魏兰君死后，我独自撑起魏家，这一撑就是40年。儿女成才，我出门亦被称一句老封君。我这一生也算对得起魏家。谁晓得我病重后，才知道我那一双好儿女明面上对我恭敬，实则巴不得我早点去死。我一口气没上来，直接晕死过去。再醒来，人已经飘在上空，看着他们扶着我的灵柩假模假样的痛哭，怒火中烧。若我再活一次，我绝不会再管这群白眼狼丝毫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熊熊怒火将我的理智燃烧殆尽，意识消散的最后一刻，我只有后悔，后悔这辈子为了魏家循规蹈矩，竟是半点儿都不曾快活。伴随着这想法，我永远长眠下去，没想到还有被叫醒的时候。听着翠竹在耳边叽叽喳喳的说话声，我怔了许久才回过神来。望着四周熟悉的布局，我蹒跚起身，坐到镜前。镜子里的妇人约莫30来岁，额间虽有一丝华发，可整体透着精神气，未曾有半点死相。我禁不住捂脸痛哭，万万没想到自己能重新活过来，还变得这般年轻。夫人，您别哭，老爷虽然还没有下落，可也没有找到尸首，老爷肯定没事的，府中下人已经都去找了，一定能找到老爷的。听着翠竹贴心的劝慰，我逐渐冷静下来，在脑海里回想这事，确定自己回到了魏兰君遇害这年。我嘴角压了许久，才没让自己当场笑出来。前世魏兰君出门访友，在半道上遇见劫匪，丢了性命。我处理完他的身后事后，一心一意打理魏府。没想临到老，我才知道他压根没死，而是躲在外面和他的心上人逍遥快活去了。我得了消息去找他，他反而大言不惭，骂我在魏家大权独揽，过了这么多年的好日子还不知足，气得我中了风。之后又被那些个不孝子刺激，这才一命呜呼。我唇角溢出一丝冷笑，不必。话音还没落，外头就响起铺天喊地的哭声。我推开门，就见魏云舒红着眼，让人抬着个担架进来。架子上正是一身血污的魏兰君。我迅速压下唇角的冷笑，不待魏云舒开口，快速上前，一把将他甩到一边，朝魏兰君扑去。夫君，你怎么了？夫君，我整个身子都压在他身手，手指暗戳戳地摁着他的伤口。魏兰君毫无反应，宛若死了一般。但我知道，他虽然服了假死药，但是能感知到痛的。见他没反应，我抓起他的衣领，拼命摇晃起来。听着他后脑勺一下下磕到架子上的声音，我嘴角的笑意差点压不住。魏云舒这才从地上爬起来，见我伸手拍他爹的脸，忙上前来：“娘，爹他已经去了，您别这样胡说八道。”我血红着眼看过去，泪流满面：“混账玩意儿，你敢咒你爹去死！”他被我这疯癫的模样吓住，我一边嚎啕大哭，一边死命掐着魏兰君的人中，直掐出血来。魏云舒才反应过来，上前死死抱着我：“娘，您别这样，爹他已经去了。”我正好打累了，佯装失魂落魄地站在原地，随即直挺挺地倒下去。翠竹急忙扶住我：“夫人。”我醒来时，魏兰君已经连棺材都准备好。不过，想必这会儿魏兰君早已经出府了吧？那棺材里压根没东西。我赶在第3天出殡前抹了粉，一脸虚弱地扑倒棺材前，拼命喊着要再看他一眼。余光瞥见魏云舒慌张的神色，我心里差点笑开花。他好说歹说，直说魏兰君的仪容还没有整理好，待下葬一定让我瞧一眼。
我才停下哭嚎。听小厮来报，说魏云舒急匆匆地出府去了。我靠在椅子上，眯着眼，魏兰君不是假死跟他的白月光私奔吗？既然如此，我就让他变成真死。待魏兰君鼻青脸肿地躺在棺材里后，我揪着自己的大腿，哭得越发情真意切。来场众人瞧我这撕心裂肺的样子，无不赞我情深。魏夫人还望节哀，与我交好的姐妹上前相劝。我拼命捶着魏兰君的胸口：“夫君呐，你就这么走了，留下我们孤儿寡母的，这偌大的魏府，你怎么忍心丢下我们一家子？前世我怕人欺我孤儿寡母，从不在外露出软弱的神情，又因为要撑起魏家，不得不精打细算，以至于后来京中盛传我刻薄贪财，却无人知晓我独自一人撑起魏府门户的难处。如今我偏将这些苦楚都说出来，叫世人都知道。日后就算是魏兰君活过来，也别想从我手上抢走丝毫东西。”见魏兰君又添心伤，我这才松手，吩咐人定死棺材，看着他下葬。魏兰君既然想死，那就让他活活闷死在棺材里，好叫他也尝尝我前世临死时那股孤立无援的处境，解我心头之恨。魏云舒一旁站着，额头都冒出汗来。送走来吊唁的人后，我紧绷的身体骤然松懈下来。然而我还没来得及休息，翠竹便过来说魏云舒出府了。我立刻让人跟上去，又收拾好仪容，转而去见婆母。得知自己儿子出事了，婆母很是伤心的痛哭了一场，直接晕了过去。现下刚醒过来，得知我给魏兰君办了葬礼，她这会儿正搁屋里发疯。我挤出2滴泪，冲进屋里，握住婆母高举的手：“娘，我知道兰君去世您难受，可也不能这般折腾自己，若是熬坏了心神，可这么好？”我朝翠竹使了个眼神，她立刻带着下人离开。“你这个毒妇，就是你害死的我儿！”婆母破口大骂。我红着眼：“婆母，您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与夫君伉俪情深，怎么会害死他？”婆母一下卡了壳，我就知道她也是知情者，这个老东西。婆母气得脸上横肉颤动，还要说话。我压低声音凑到她跟前，冷笑：“不过娘这么说也没错，不过就算他没死，今日过后他也该死了。”婆母震惊地看着我，说话都不利索起来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勾唇，自然是字面上的意思。如今魏府是我当家，娘若是识去，看在我们婆媳一场的份上，您依旧能保有现下的尊荣。可您若是不识去，那我只能送您和您的情郎一道去为家族老衲了。婆母瞪大眼睛，神情惊恐，看着我的眼神好似看着个恶鬼，牙齿打颤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怎么知道他表面替公公守寡，实则私底下却跟他的表哥勾搭到一起的吗？我唇角溢出一丝冷笑，甩开他的手，掏出帕子慢条斯理地擦着手指：“自然是您的儿子亲口告诉我的，这话可不假，这些都是魏兰君在我的棺材前亲口说的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说起来魏兰君没准还是跟他亲娘学的呢。娘，您既然不舒服，那儿媳就不打搅您休息了。”我抬高声音，瞥了他一眼，转身朝我走去。“站住！”婆母急促的嗓音自身后响起。我停下脚步，回首看向扑上来的婆母，目光一寸寸冷下来。她神情狰狞，抓住我的胳膊：“你要是敢说出去，我打死你！”我伸手将她的手指一根根掰开：“是吗？那不如看看是我说的更快，还是你动手更快？”婆母脸上的表情僵住，看我丝毫不惧，忍不住咬牙：“
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”我嗤笑一声：“您若是不想这事透露出去，就安心在院子里待着，至于其他的，跟您无关。”婆母脸色扭曲：“你要软禁我？”我不置可否，嫌恶地看他一眼，快步离开。跟着魏云舒的下人傍晚才回来，低着头小声说着自己今日看到的场景。得知他没有动静，我不免奇怪，心头疑虑更重，吩咐小厮继续盯着。直到第3日，小厮满脸苍白地回来，告诉我说他见着魏云舒去了个小院子，院子里赫然是死而复生的魏兰君和一个女人。我手里的筷子掉在地上，吩咐他别声张后，悄摸带着人去往魏兰君的坟冢，这才发现底下竟然早被挖空了。还真是魏兰君的好儿子，我原以为他已经放弃救父，没想到他竟然在我眼皮底下来了招，暗度陈仓，将人救了出去。既然魏兰君不肯安心去死，那我只能让他生不如死了。翠竹见我脸色铁青，担忧地看着我：“夫人。”我摆手，示意他别说话，让人将这儿恢复原样后，转身回府。我将写好的信递给跟踪魏云舒的小厮：“你从大哥那调些人手，将他2人一道送出京去。既然他不肯安心去死，那我就看看他们这对野鸳鸯在边疆那等苦寒之地，还能不能情深似海。”这小厮是我出嫁前大哥留给我的人，哪怕知道我要做什么，亦不会有意见。更何况，本就是魏兰君对不起我在先。我靠在椅子上，见翠竹愤愤不平，笑：“行了，如今看清楚他的真面目，总比被蒙骗一辈子强。他既然那般爱那女人，想必巴不得离我越远越好。等到了边关，他应该会十分欣喜吧。”我捻起桌上的桂花糕，咬了一口，甜味在口腔里弥漫开。大哥得知了魏兰君做的事后，二话不说，立刻带着人过去，趁着他2人睡觉时蒙了头，毒打一顿后，塞进泔水桶里，运出城去。我接到回信时，大哥已经将他2人扔在关外半月之久了。我吃着厨房里新研究的菜式，满意的眯起眼。偏有不长眼的，非要在这时候闯进来坏我的心情。娘，不好了！魏云舒一脸的惊慌失措，气喘吁吁，爹被歹人掳走了。我搁下手里的勺子，皱眉盯着他：“你在胡说些什么？”魏云舒这才反应过来，心头咯噔一声：“云舒，娘知道你爹走了，你心里头难过，一时间接受不了，但日子总要过的。”我叹气：“日后别这般慌慌张张的，瞧你弄得满头大汗的。”魏云舒神情不断变换，一甩手朝外跑去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冷漠。翠竹心疼地看着我：“夫人。”我摇头，示意我没事。我对魏云舒的期待早在前世就已经消耗殆尽，如今只有厌恶。相比于魏云舒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吩咐翠竹准备马车，往程家去。夫人是要去看小姐吗？翠竹笑着问。我点头，脑海里回想着死后大女儿魏淑痛苦的表情，心有戚戚，是我误会了她。现在这时候，魏淑应当刚刚小产。前世魏兰君的丧事，魏淑亦没有来，我恨她薄情寡义，故而在她事后过来时，直接将她拒之门外。然而，我却忘了，她出嫁前是个最孝顺不过的孩子。她不来，并非她不想来，而是因为她这会儿连床都下不来。我捏紧拳头，望着城府的门匾，压着心头的怒气，让带来的小厮前去叫门。城府看门的婆子打开门瞧了眼，当即就要关门。我二话不说，直接让人将他蹬开，
带着人径直走进去。婆子忙不失迭地跟在我身后：“魏夫人，您等等，您等等。”我充耳不闻，翠竹直接让人将她拦住。程夫人这才急匆匆地露面：“亲家，您怎么来了也不叫人通报一声，好叫我去迎一迎。”我睨他一眼：“不必，淑儿呢？他爹去了，他不露面倒也罢了，如今我这个亲娘来了，他也不出来迎接吗？”程夫人脸皮抖了一下，眼神躲闪：“亲家，说来是我不好，这孩子前些日子摔了一跤，小产了，现下身子缓，我让横儿带着他去了庄子上休养去了。”程夫人捻起帕子，唏嘘道：“亲家公去了，我这心里也不好受，只是他还没养好身子，我这才将消息按了下来，还望亲家别错怪了孩子。”他叹了口气，做出一副好人样：“你要是心中有气，怪我便是。”我在心头冷笑，做事要走，他嘴角立时翘起来：“娘，救我！”满是凄厉地沙哑女声突然自身后传来。我浑身一颤，扭头就见翠竹扶着魏叔自屋门跌跌撞撞地跑进来，其后还跟着几个凶神恶煞的仆从。我带过来的小厮正与他们纠缠着。程夫人唰的一下白了脸，双腿不住地打起摆子。待魏叔离得近了，一股莫名的腥臭味随之钻进我鼻尖。我的视线落到他被污血染脏的裤子上，脸色的笑容一点点收回去，顾不得与程夫人嚼舌，我连忙上去一把搂住魏叔。魏叔直接软倒在我怀里，双手死死抓着我的衣袖，话还没说出口，人就晕了过去。“亲家，您这是要带淑儿去哪？”程夫人见我要走，慌忙追上来，拦在我跟前：“让开！”我抱着魏叔，瞪向程夫人：“我好好的女儿嫁到你们程家来，如今却成了这副模样。我没找你们算账，你倒拦着我带女儿去看大夫，你安的什么心？”程夫人眼珠子转了一圈：“哎呦，亲家，你这话说的，我早便找过大夫了。淑儿这是急着来见你，巴巴的赶回来，这才又伤了身子。你快将她放下，我这就让人再找大夫来瞧瞧。”他掏出帕子抹泪：“淑儿寄嫁进来，我是当女儿疼的，你这话可是往我心窝子上扎。”这一张巧嘴，若非我早就知道事情真相，还真容易被他骗过去。难怪后来魏叔也没上门解释过，只怕是觉得自己说了我也不会信。我心下喟叹一声，看着程夫人的目光愈发冷下来：“滚开！你们程家将我好端端的女儿搓磨成这样，还要花言巧语来蒙骗我，真当我好糊弄？”程夫人还要再拦，然而我来时做足了准备，带来的都是一等一的好手，仅凭程家这些下人，压根拦不住我。回府后，我立时让翠竹去请了大夫来。大夫眉头紧锁，好一会儿才执笔写方子。得知他身子亏空的厉害，我禁不住抹泪，握住他的手，这才发现不对劲，将他的袖子往上撸去，望着他手臂上青紫交加的伤痕，浑身不住颤抖起来。再联想到大夫先前说的，他是腹部遭受重创才没的孩子，我抖着手解开他的衣裳，看到他腹部乌黑的一大块伤痕，我胸口像是被一只大手紧紧攥住，心如绞痛。都已经听到这里了，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，制作不易，我们故事继续。魏叔足足昏迷了3天才醒过来，这期间程家来了2次，都被我拦在外头。娘，程度他就是个畜生，他趁我怀孕养了个外室，我与他去理论，他反倒护着那女人。魏叔伏在床侧，眼眶通红，声音哽咽，他冲我动手倒也罢了，怎就忍心要了我孩儿的命？我扶着他坐起来，端着热粥喂他。现下你回了家，
我的意思是合理，你若愿意，后头的事情便交给娘；若是你不愿意，也得养好了身子再回去。指日后我却不得再管你了。并非我无情，只是魏叔自小就是个心软的，程家已经奔着要他性命来了，他若是还舍不得，日后必受其害。我总不能一直跟在他身后擦屁股。魏叔眸光闪烁，最终咬牙：合理，娘，我要告他。这倒是意外之喜，我脸上不自觉地浮现出笑意。好，等你养好了身子，我们一起找他们算账去。看魏叔面露皮色，我叮嘱他好生休息后，抬脚朝外走去。结果刚踏出院门，就见小女儿魏延领着程度喜滋滋地向这边走来。我顿时沉下脸，这个蠢货！翠竹忙上前拉住他二人，魏延犹不自知，顶着一张无知的脸问翠竹为何拦他。倒是程度一眼瞧见我，轻轻摆手，示意魏延闭嘴，随后走向我，恭敬行礼，见过岳母。看他这礼数周到的模样，实在很难想象他能做出那等龌龊事。我垂下眼帘，似笑非笑地睨着他：谁是你的岳母？程度，你不去陪你那外甥，跑到我魏府做什么？娘，您在说什么呀？姐夫当然是来接姐姐回府的。正主没说话，魏延倒先急了。我淡淡的看过去，魏延从未见过我这般冷漠的眼神，不由住嘴。将二小姐带下去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忍住不去看这糟心玩意儿。身边的仆妇立刻拉着魏延离开。程度表情难看，低头：岳母，此事还容小婿解释。不必。我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，厉喝一声：我魏府不欢迎你这等薄情寡义的人。你也不必多说，程府，回头我自会亲自去一趟，你的话留着那时候再说吧。我嗤笑一声，从他身旁走过。来人，送程公子出去。我转头找人写了折戏子，在京城排起来。程家当初娶魏叔，便是为了借着我魏府的事往上爬，现在得了势，便不认人了。那我便让他们怎么爬上去的，就再怎么跌下来。很快就有御史参他。当今帝后情深，最厌恶的便是这等抛妻弃子的伪君子，当即便包了程度那身官服。至于程府，因教子无方，也被贬斥，调至京外。程家已经定了亲的姑娘，更是被连累的退了婚事。我将和离书拿给魏叔时，他正歪在椅子上喝药，当即大哭一场。我搂着他，却只觉得高兴，摆脱了程家，叔儿日后能过得更好。结果魏延得知了这事后，竟是直接冲到我面前，质问我为什么不肯手下留情。娘，你这样我还怎么嫁给程毅哥哥？魏延眼里包着泪，一脸控诉：你就只管大姐，不管我了吗？我恨不得敲开他的脑子，看看他脑子里装的是不是都是水。外边的人知晓程度做的事，都巴不得远离，偏他还惦记着嫁进程家。程毅与程度是亲兄弟，骨子里是一种人，这样的品性他还上赶着。前世我虽然没发觉程家不对劲，可觉着亲姐姐妹嫁进一家多少有些不好听，故而并没答应。他因此恨上了我，连我生病都不来瞧一眼。这一事我懒得同他多说，直接让人将他拉回去关起来。倘若他执迷不悟，我亦不会多管闲事，只当自己没生过女儿。但私心里我还是希望他能聪明些。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，丫鬟便慌里慌张地跑来，是魏延不见了。我差点折断手里的筷子，深吸了几口气，才冷静下来。翠竹立即让人去查，果不其然，在程家发现他的踪影。我沉吟片刻，让人去取族老来，见面便将魏延私会程毅，
在外过了一夜的事情说出来。祖老面色漆黑，我当机立断，今儿叫您过来，便是想让您做个见证。秉着他疑惑的目光，我狠心开口：魏延今日身患恶疾，暴毙而亡，恐死后不及，还请祖老在谱上划去他的名字。祖老震惊地看着我：你说这话当真？魏延做出这等不顾脸面的事情，若是暴露出来，必然连累族里其他姑娘。可若是他死了，祖老很快想明白，见我流着泪点头，赞了一句我高义，翻开族谱，找到魏延的名字划了去。自此，魏家再无魏延这个人。送走祖老后，我一改脸上的悲伤，擦干眼泪，转身回屋。然刚转头，便撞上满脸担忧的魏叔。娘，您真的不要妹妹了？魏叔跟在我身侧，欲言又止，到底没忍住替魏延求情。我停下脚步，意味深长地看他一眼。事情还未传开，倘若他及时醒悟，你外公那边也不是很在乎女子名声，到时候我将他送去那边生活也不会差。只是魏家，他肯定是不能待了。我便是不为着他，也要为了你考虑。我握住他还带着寒气的手，语气严肃。魏叔愣了一下，旋即感动得红了眼眶。我拍拍他的手背，只是话虽是这么说，我心里却没抱多少期望。但我没想到魏延会蠢到这地步，竟然带着诚意在外面叫门。我气得脸色铁青，风风火火地赶去，正巧听见魏延对着拦路的下人破口大骂。看到我，他立马委屈起来：娘，你快管管他们，这群刁奴竟敢拦着我！住口！谁是你娘？我强压着怒火：姑娘，你走错门了。魏延怔住，看我怒气冲冲，不由迟疑起来。他身侧的男人不动声色扯了下他的袖口，他这才鼓起勇气继续说：娘，我是言儿啊，您怎么不认识我了？是啊，伯母，这是魏延啊。站在一旁的程毅见我无动于衷，连忙接口：您自家的女儿，怎么能不认呢？我嗤笑一声，哪来的泼皮无赖，乱认亲认到我家门口来了。我的小女儿前些日子突发疾病，现下棺材都已下葬。我双目含泪，你们还要在这胡言乱语，是瞧我一个寡妇好欺负吗？娘，您是不是老糊涂了？魏延当即火了：我什么时候死了？他气得脸颊通红。您就算是气我不听话，偷跑出府，也不该咒我死。此言一出，周围的人目光登时不对劲起来。我怒目而视，我家言儿素来乖巧听话，最重规矩，绝不能像你这般轻浮。你是哪来的疯婆子，敢在这编排他的身后名？来人，将他抓了送往官府。魏延没想到我这般绝情，一叠声地喊起来：放肆！你们敢碰我！魏叔面露不忍：娘，我暗道不好，忙捂着胸口缓缓倒下去。魏叔大惊失色，再顾不上替魏延求情，忙扶着我：娘，你怎么了？外头的人瞧见我被气晕过去，纷纷面带鄙夷地看向魏延和程毅二人。程毅眼看着占不到便宜，身形悄悄往人群中缩去。待魏延被抓住时，他才发觉身旁的人已经不见了，不由大喊大叫起来：你们将一哥哥抓去哪儿了？你们快给他放了！看戏的人没见过这么拎不清的蠢货，哄堂大笑：你那小情郎早就跑了，亏得你还在这担心他呢，不如担心担心你自己吧。魏延面若白纸，回过神后迅速回骂过去，神情狰狞，宛若恶鬼。呸！一哥哥才不会抛弃我，他一定是找人过来救我了。你敢胡说八道，我撕了你的嘴！魏叔一言难尽地看着魏延，我这才缓缓起身，拉着他的手，
佝偻着身子朝府内走去。经历这一遭，魏叔也没了替魏延求情的心思。我悠闲了几日，正盘算着好几日没见着魏云舒时，他自个回来了，身后还跟着扶风若柳的姑娘。只看那姑娘一眼，我气血就直往脑袋里冲。这姑娘与魏兰君那个小情人长得有6、7分相似，若说没关系，我是打死也不信。娘，这是苏柳，是儿子在外边遇见的。魏云舒牵着苏柳的手，儿子与她一见钟情，还望娘成全。这下确定了，这姑娘是那女人的侄女。我按下想要给她2耳光的冲动，极力挤出一丝笑来。苏姑娘是哪里人？家中父母可在？许是我的语气太生硬，魏云舒忙拦在她身前：“娘，您问这么多做什么？柳儿她虽是孤女，可也是清清白白，您就放心吧。”我翻了个白眼，随后靠在椅子上：“是吗？”魏云舒岔开话题：“哎呀，您就别问了，我这刚回来，实在是累坏了。您让我休息会儿。”他牵着苏柳就要往自己的院子去。我眉心跳了跳，抓起桌上的杯子就往地上扔：“站住！谁教的你这般没规矩？”母亲，魏云舒一脸不解地看向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我不管你从哪弄来的这女人，现在立刻给她送出去。苏柳宛若受到惊吓一般，红着眼躲到魏云舒身后。娘，您怎么这样心狠？我都说了柳儿是孤女，您将她赶出去，不是让她去死吗？魏云舒如同炸了毛的刺猬，立刻呛声。不待我出声，他又扭头握住苏柳的手：“别怕，我绝对不会让你走的。”魏云舒，你是失心疯了不成？你爹走了还没有半年，你就要往家里领人？我厉喝一声：“还是这等不清不白的女人！”魏云舒眼神躲闪了一下，跟着面露不愉：“娘，您怎么能这么说柳儿？我都说了，柳儿是清白人家的姑娘。何况爹生前那么疼我，他若是知道，肯定不会拒绝我的要求的。”我立时明白过来，他这些日子指定是去见魏兰君那个老畜生去了。这女人说不得还是他爹介绍的，难怪他上一世那么护着他爹，原来早就被迷了心窍。我气急反笑：“混账东西！来人，将苏姑娘送出去！”魏云舒跳起来：“我不许！动手！”将少爷拉过去。眼看下人被他唬住，不敢靠近，我一掌拍在桌子上，怒喝。下人打了个激灵，再不敢耽搁，扑上去将2人分开。“云舒哥哥，你别为了我和伯母生气，我这就走，我们以后再不要见了。”苏柳泪水盈盈，扭头任由府里的嬷嬷压着她往外走去。魏云舒目眦欲裂，不知哪来的力气，竟是挣开抓着他的下人，冲到苏柳跟前，一脚踹向抓着他的仆妇。嬷嬷哎呦一声跌倒在地。我立刻站起身，让翠竹扶起嬷嬷，怒视着魏云舒：“混账东西，你这是要反了天了！”魏云舒死死抓着苏柳的手腕，双目血红：“娘，若是您执意要赶柳儿走，那我就跟着他一起走。”我豁然抬手，眯起眼，心头涌起一阵喜意。我正愁着怎么弄掉这个蠢货，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。该说不说，魏云舒同魏延不愧是双胞胎吗？我极力做出一副怒火中烧的模样：“你当真要为了这个女人，连娘都不要了？”魏云舒面皮僵了一下：“不是儿子不孝，实在是您对柳儿成见太深。柳儿是我带回来的，我不能放任她不管。”“好好好！”我捏紧拳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跟着他走，只一句话，你竟敢踏出府门，日后我只当没你这个儿子，魏府也没有你这个少爷。”魏云舒见我说出这般狠厉的话，也恼怒起来，
直接拽着苏柳离开。您别后悔。听着他放的狠话，我忍了许久，才没叫自己当场笑出来。匆匆赶来的魏叔见我站在屋檐下，神情松正，只当我伤心，扶着我坐下，低声劝慰起来。魏云舒离开后，大哥的信后脚便到了我手里。他果然如我猜想的那般，找魏兰君去了，准确地说是给他爹送钱。前事我就想不通，魏兰君离了侯府，怎么还能过得那么滋润？现在想来，恐怕多亏了魏云舒几十年如一日地给他们送银子。不过从现在开始，这银子他注定是送不出去了，他自己也别想再从魏府拿到一分一毫。也不晓得他父子二人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联系的手段。魏兰君被扔去那么远的地方，他也能找到。魏兰君收到魏云舒的信后，便眼巴巴地等着儿子给他寄钱，接他回家。将信件里夹带的银票叠好后，我随手塞进怀里。4000两，估计是他目前身上所有的家当了。魏兰君对他这个爹还真是大方。想当初，我躺在床上，100两银子的野山餐他都要哭穷。说起来，他这会儿还没接手魏府，这银子应该是他这些年瞒着我陆续从账上取的。想到这茬，我忙翠竹将各个铺子的管事叫来。这不查不知道，查了才发现，我众生前那些年，他们父子俩私底下竟从账上支了快3万两纹银。这还不包括他们往常在铺子里连吃带拿的。那些个被拿走的首饰，我是一点儿都没见着，想也知道是送去了什么地方。我恨得牙痒，牙尖死死地咬住腮帮子，才没叫自己在这帮掌柜的面前失态。日后没我的批准，谁也不许私取账上的银子，其他的东西也是一样。我一一望过去，见底下的管事皆面露难色，补充道：“哪怕是魏云舒也不行。”见我不像是开玩笑，他们这才低头称是。望着他们的背影，我朝最近的小厮使了个眼色，他立刻悄无声息地跟上去。很快，那些管事便知道了魏云舒竟是在热孝期间领了个女子回府，还为了个女子甘愿离开魏府。于是魏云舒无法从账上取钱后，转而想去找自己原先那些朋友时，才发现他们竟是见都不见他。唯一见他的好友也压根不提借钱的事情，反而劝他和他的柳儿姑娘分开。他如今与苏柳蜜里调油，压根不能听人说心上人的不好，当即便同好友争执起来，二人不欢而散。借不到钱，他只得将佩戴了多年的玉佩当掉。我望着掌柜送进来的玉佩，脑子里回想起最开始将这玉佩交给他的场景，不由嗤笑一声。这玉佩亦是魏府大公子的信物，既然他不稀罕当这位公子，这玉佩自然也没必要留。我直接将玉佩扔进火盆，又命人将魏云书院子里的东西都拖出来当掉。得来的银子，我吩咐翠竹送去了慈安堂，那些卖不掉的被褥衣裳也一并送了过去。看着空荡荡的院落，我闷在胸口的郁气这才消散。翠竹扶着我回屋，摸着我冰凉的手，不住吐槽：“夫人，这天越来越冷了，您可得爱惜身子，万不可再吹冷风了。”我心里头愈贴，刚准备说话，外头响起管家略带急促的嗓音：“夫人，不好了，老爷的活儿回来了。”我手腕上戴着的佛珠突然散开，滚落一地。等到了府门口，就见魏兰君衣衫褴褛地坐在门槛上，身旁还陪着个身形纤瘦的女子。她看到我，立即起身，做出一副深情样子来：“娘子，我回来了。”一股难闻的恶臭随着她的动作散播开，我掩住鼻子后退一步，跟着泪珠滚滚落下。魏兰君顿时面露喜色，
我在心底冷哼一声，跟着举手握拳捶向自己的胸口。造孽呀！我夫君走了还没有1年，便要这般欺辱我吗？先前假扮我那可怜病逝的女儿不算，现如今竟开始攀扯起我亡夫了吗？我哭得撕心裂肺。你这歹人，到底是谁派你来的？我们有什么仇怨，倒叫他这般羞辱？娘，您在胡说什么呀？这是爹呀！魏云舒不知道从犄角旮旯冲出来，扶着魏兰君，满脸不忿地盯着我。我的视线从苏柳和魏兰君带回来的那女人身上掠过，当即收起眼泪，红着眼怒喝：混账东西！你为了个女人，连你爹的死都不顾，如今还要红口白牙乱认爹吗？好啊你，这泼皮身边的女人与苏姑娘这般相似，你敢说她们没关系？你当我是瞎子吗？我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后退几步。你这个孽障！你说这2人是不是那什么苏姑娘的爹娘？你找他们来，是不是就是想逼我同意你娶苏姑娘进门？魏云舒被我这一套组合拳打懵了，张嘴就要反驳。然而他之前做的那些荒唐事早被我传了出去。众人瞧着苏柳同那女人相似的面容，顿时信了我的话，当即出言指责魏云舒。至于魏兰君，她长途跋涉几个月才回京，整个人早没了之前的样子，脸颊上更是添了2道狰狞的伤疤。就算是婆母在这，恐怕也认不出她来，更别提什么熟人了。见他们还赖在门口，我悄悄向人群里躲着的托打了个手势。他立刻将早就准备好的烂菜叶子朝魏兰君他们扔去。这一下，众人纷纷效仿，魏兰君连忙护着心上人逃跑。魏云舒怨恨地瞪我一眼，拉着苏柳紧跟在他爹身后。我长舒了口气，派人继续盯着他们。得知魏兰君找了祖老，然而他连人都没见到就被打了出去。早在他身死，我便允诺祖老会拿出府里1/3的钱财办学，给族里的子弟开学，就是为着自己的利益，祖老也断不会认他。因着魏云舒那番举动，我声明同他断绝关系时，百姓无一人谴责，反而一致叫好。他们回不来，又没本事谋生，加之大哥的故意打压，竟是自暴自弃起来。苏柳和那女人原还抱着希望，后来见他2人越发废物，竟是勾搭了路过的行商，收拾了细软，想要逃跑。然而刚走没2步，便被魏兰君2人抓了回去。这一下，憋在他2人心里多日的埋怨一下子喷薄而出。父子2人在折磨了他们半年后，竟是将他们卖去了青楼。然而他们拿了钱不想着怎么过日子，反倒想着去赌坊赌运气。在看到魏兰君时，他正被一群打手从赌坊打出来，捂着断掉的腿不断哀嚎。瞧见我的车架，他连滚带爬追过来，像条狗一样喊着：阿瑶，阿瑶！我知错了，我全当没听见，径直放下车帘。坐在我身侧的面容清俊的少年扁嘴：夫人，他是谁呀？我捏捏他的脸，吃醋了。看着他神情委屈，我冷下脸：我替你赎身，不是让你问这些的。他脸色煞白，忙低头认错。我这才笑起来：罢了，不相关的人罢了，倒也不必这么紧张。他脸上这才浮现笑意，殷切地给我按起肩膀。我闭上眼，只觉浑身舒畅。幸好这辈子还很长，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去享受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